今天我们将一起深入分析解读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每周市场观察报告。这份报告的日期是2025年12月8号，其中包含了大量关键数据和深度分析。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交易者，还是刚刚开始关注黄金投资的朋友，相信今天的内容都会对您有所启发。本周报告的封面就极具视觉冲击力，充满了数据和图表，预示着市场的复杂性。而报告的核心亮点，我们可以直接翻到第2页。在这一页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标题，您需要了解的2026黄金展望。这不仅是对当前市场的总结，更是对未来趋势宏大的构想。报告明确指出，尽管当前宏观条件可能让金价维持区间震荡，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2026年的市场可能会充满惊喜。同时，一个关键的技术形态三角形整理形态正等待金价确认突破，这可能是其核心上升趋势能否延续的关键信号。接下来我们将逐页为您剖析这份重磅报告。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首先我们来详细看一下第2页的这张综合表现图表。这张条形图清晰地展示了上周和年初至今各大资产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上周黄金上涨了 1.2%， 而年初至今的涨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62.6%， 表现非常抢眼。旁边的白银表现更为出色，年初至今涨幅超过 100%。 相比之下，石油和美元年初至今则录得了负收益。而在权益市场，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也表现稳健，最右侧的比特币则显示出较大的波动性。这张图直观地告诉我们，在2025年，黄金是表现最稳健、回报最丰厚的资产之一。接下来我们翻到第3页，关于黄金的一切。这里本周回顾的部分为我们解释了金价上涨的动力。报告指出，上周金价上涨 1.2%， 达到每盎司4243美元。其背后的主要支撑来自于外汇机会成本的下降，也就是美元的走弱。这完全抵消了债券收益率上升和黄金 ETF 流入放缓带来的压力。这一点我们在稍后的第11页 GRAM 模型中会看到更详尽的拆解。现在请看第3页右侧的黄金市场头寸周度变化图表。这里有3组关键的图表，我们来一一解读。第一张是全球黄金 ETF 需求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它的资金流入流出是观察散户和机构投资者情绪的重要窗口。图中的紫色柱代表的是12月5日当周的数据，蓝色柱是前一周。我们可以看到，本周全球黄金 ETF 继续录得净流入，虽然流入的吨位比前一周略有下降，但整体情绪依然是积极的。第2张图是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净多头头寸，这里的净多头可以简单理解为市场上看涨黄金的合约数量减去看跌的数量。紫色柱代表的是最新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COMEX 的基金经理还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投资者，其净多头头寸都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这表明专业交易者对黄金后市依然非常看好。第3张图是黄金 ETF 及期货期权 Delta 值，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指标，它衡量的是期权市场整体的看涨或看跌倾向。图中显示，无论是 ETF 期权还是期货期权都保持着正的 Delta 值，意味着期权市场整体看涨的仓位仍然占主导地位。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专业投资者的动向，我们跳转到第10页，这里是 COMEX 持仓的详细表格。这张图非常直观，蓝色区域代表基金经理的净多头持仓，紫色区域是其他非商业交易者的净多头持仓，而黄色的曲线就是黄金价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金价的上升，代表专业机构的基金经理的净多头头寸也出现了显著增加，
达到 328.6 吨，总净多头为 568.8 吨，这再次印证了机构投资者正在积极做多黄金。现在让我们回到报告的核心分析工具之一，第11页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这张图非常有价值，它将黄金每周的回报分解为几个关键驱动因素。我们主要看最右侧，也就是12月5日那周的数据，金价当周的回报是负的 0.99%， 其中外汇机会成本贡献了 0.7% 的正回报，说明美元走弱确实在支撑金价，但风险与不确定性、利率、机会成本等因素则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债券收益率的上升。这个模型清晰地量化了影响金价的各种力量，帮助我们理解市场的复杂的动态。要系统化地应对这样的复杂市场动态，大家可以到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一下我们的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最后我们快速看一下的是第18页和第19页，这里是关于每周 ETF 流量和年初至今 ETF 流量的详细数据。从周度数据来看，北美地区是上周黄金 ETF 流入的主要贡献者，而从年初至今的数据来看，全球黄金 ETF 总流入高达 724.8 吨，其中北美和亚洲市场的需求尤为强劲，像大家熟知的 GLD 和 IAU 等旗舰产品都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流入，这说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投资者都在通过 ETF 持续配置黄金。好的，了解了基本面和资金面的情况后，我们现在聚焦于技术分析，这对于判断未来走势至关重要。请大家看第6页，这是本周报告的技术分析核心。黄金正努力完成一个三角形延续形态，图表上显示的是黄金现货的周线图。技术分析中，三角形形态通常是一种整理形态，意味着在一段上涨行情之后，市场进入盘整，多空力量暂时达到平衡。一旦价格向上突破三角形的上轨，往往会开启新一轮的上涨。报告明确指出，金价需要持续站稳在4245美元这个阻力位之上，才能够确认三角形形态被突破，从而恢复其核心上升趋势。一旦突破，下一个阻力位将看向4300美元，甚至更高。而下方的支撑位则在4164美元和4047美元。报告还特别提到，白银已经率先完成了类似三角形突破，并创出新高。这通常对黄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为了更全面的进行分析，我们还需要关注影响黄金的另外2个关键驱动因素：美元和实际收益率。请看第12页，黄金驱动因素美元指数周线图。我们常说黄金和美元通常呈负相关关系。这张图显示，美元指数在触及 100.26 的高点后受阻回落，目前正在测试关键的长期上升趋势线。分析认为，只要美元指数无法有效突破上方阻力，其整体走弱的趋势将继续，这将为黄金提供一个非常有利的宏观环境。然而，市场并非只有好消息。请看第13页，黄金驱动因素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实际收益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预期，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实际收益率上升，持有无息资产的黄金吸引力就会下降，对金价构成压力。图表显示，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近期在持续小幅走高，正在测试 1.85% 的阻力位。如果实际收益率继续上行，将成为限制金价上涨的一个重要阻力。综合来看，技术面上，黄金正处于关键的突破节点，美元的弱势为黄金提供了上涨的东风，但实际收益率的走高则像是一道逆风。未来金价能否成功突破，将取决于这2股力量的博弈结果。精准判断这场多空博弈，大家可以到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我们的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
了解了当前的市场格局，我们更需要为未来一周交易做好准备。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4页的上周回顾。上周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喜忧参半，美国服务业强劲，但制造业疲软，劳动力市场信号不一。欧元区通胀回升，日本消费支出下降，而中国出口则有所回升。这些复杂的宏观背景为这一周央行决议和数据发布埋下了伏笔。现在我们聚焦第5页，未来一周展望。这一页是未来一周的交易日历和关键看点。首先，最重要的无疑是美国部分。报告指出，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周3的会议上宣布降息25个基点。然而，比降息本身更重要的是美联储会后的声明和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展望。如果美联储上调经济预期，并暗示明年只会降息1次，那么市场可能将会把这个信息解读为鹰派降息，这可能会提振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从而给黄金带来短期压力。其次，在欧洲方面，瑞士央行和土耳其央行也将在周4公布利率决议，同时周5发布的英国10月 GDP 数字也值得重要关注。之后，在亚洲方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公布利率决议，而中国将公布一系列的关键经济数据，包括 CPI 和信贷增长。同时，即将召开的中国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也将为2026年的政策基调和 GDP 目标定调，这对于全球市场都会有重要的影响。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第5页这张彭博共识预期的表格，上面列出了未来这一个星期每一天将要发布的具体数据，比如美国的 PPI、新屋销售、中国的 CPI、贸易账等等。请大家务必将这些重要的事件标注在自己的交易日历上。希望今天的深度解读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当前黄金市场的机遇和挑战。您对金价的后市是怎么看呢？你认为美联储会释放出鸽派还是鹰派的信号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我们一起深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周市场分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